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蒸个馒头啊，就是蒸一个特别好吃、有咬劲儿的那种馒头，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不太一样。然后，如果平时做馒头、蒸包子、发面有困难的朋友们啊，一定要看完，看完以后绝对学会发面了。都是我平时自己总结的小要点，非常有用。咱们面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就是开始准备这个酵母水。怎么准备酵母水呢？第一步要给这个酵母水加一点糖，因为酵母发酵，酵母菌嘛，它发酵它需要吃糖，吃糖的时候它就会发酵快。糖不用搁太多，搁一点就够。然后第二呢，就再加一点酵母，先把这酵母给它化开。酵母可以多搁一点，尤其是那种对发面没有信心的小朋友们啊。可以多搁一点酵母，这样就能够保证你的成功率。多搁一点酵母没关系，而且酵母吃到肚子里也没有坏处，都是好处。然后准备一点这个温热的水啊，大概40度左右，40度左右，手摸着稍微有点热，又不太烫手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把酵母化开。好，来。大概化开就可以。要点一就是要加糖，然后多加酵母、温水，这3个要点。和面的时候呢，咱把这个面和成絮状，然后把水加到面里头，用找双筷子这和了着，先给它做成絮状。可以把这个面和得硬一点，因为咱们要做这种有咬劲儿的馒头。如果你要特别喜欢吃暄软的，你就可以把这面呢和得稍微软一点。我是尽量把这个面和得硬一些。这时候先不要下手揉啊，一定要把这个面给它和开，把这水和开，和成这个絮状。哎，你看着这个没有这种大的这种面团了以后，比较你看都成这种絮状了以后，你就可以下手揉了。这还是比平时我这个和的面还是偏软，今天这也可以了，然后就给它揉到一块儿就可以。只要都给它揉成一团就可以啊，不用非得揉光，因为待会儿只要它发起来，它自然就光了。把我说的这几个要点，如果能做到的话，肯定能蒸出来这个不失败的馒头，大白馒头特别好吃。你看这面会非常的硬，如果你要手劲小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弄得稍微软一点啊。对，有爱吃那种暄软的馒头的人，有爱吃就是这种特别硬的，是吧？凉了以后一掰开，一咬直掉汁儿的那种。对。女孩如果人口不多，可以面少一点儿。对。就即使硬，面少一点儿也好揉一些，是不是？对。别揉咱们这么多。对。像揉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去发面了。没关系，它不光滑没关系，一会儿。它在发酵的过程中，整个面就匀了，全是上劲儿了，都可以。盖个保鲜膜，开始醒面发面。发面的时候啊，就是看你的室温，如果你的室温够高的话，比如说你室温能达到24、25度，那就是室温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室温低，比如说屋里的温度只有18、19度，或者冬天的话，你可以给它放在暖气边上。或者底下接一盆热水，把它这个虚放在热水盆上，或者你把烤箱预热一下，然后放在烤箱里面，都可以加快它的发酵。发多久？发多久？你可以观察着吧，一般20分钟，如果快的话20分钟就可以，慢的话得1个多钟头。对，根据客观条件去调整。我这屋比较暖和，半个小时我这面已经发得非常好了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完全发开了，一捅一个眼儿，你看，发的真大，它已经不回来了，对吧？看，刚才那么一点儿，现在变成这么一大。对，案板上撒一些薄面，多撒一点没关系。
开始做馒头加工，然后你就揉它就可以了，要排气。使劲揉啊！你看我这面非常硬，所以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揉。看来这种爱吃硬馒头的，只能男的来做。对，得需要力气。多揉一会儿，这也是这个馒头好吃的一关键，让它这个筋性也起来。当然了，这个馒头是这中筋面粉，如果是低筋面粉的话，馒头就会比较糟。但是高筋面粉的话，这揉起来就更累了，是吗？对，高筋面粉的话，它发的就不会很好，而且不好看，都出汗了。体力活儿。对，体力活，绝对的体力活。揉好了，把这个馒头揪成大小合适的剂子，想吃大馒头揪大一点，想吃小馒头揪小一点。我切也可以，这都无所谓。然后给它揉圆。我是右撇子，但是我只会用左手揉这个馒头。猜吗？一个。照着我这方法做，零失败啊！我也是摸索了几次以后，把这几个窍门掌握以后就再也没有失败过，每次都成功，都能蒸出特别好吃大馒头来。想蒸硬蒸硬，想蒸软蒸软。我媳妇儿本来不爱吃馒头，但是自吃过我蒸的馒头以后，现在特别爱吃馒头。有时候馒头刚出锅，百口就能吃掉一个，什么都不就。百口吃一个大白馒头，因为这个馒头刚出锅的时候，那种面香特别诱人，而且这馒头蒸出来甜丝丝的，特别好吃。9个馒头揉了一身汗，这时候你时间宽裕的话，你可以等它2发一下，就让它再放在案板上，也不要保鲜膜，让它2发一下。其实这时候你再去准备水屉布就可以了，时间完全宽裕。笼屉上铺上屉布，这屉布要是潮湿的啊，如果干的话它就会粘。上屉，2、3、4、5。你要着急的话，其实不用2发，完全没问题啊。凉水上锅啊，一定要记住凉水上锅，然后大火给它烧开，烧开以后上气儿15分钟就 OK。看看现在已经发得非常好了吧？现在15分钟时间已到啊，关火。关火以后注意，现在不要掀锅盖，最少要等5分钟。你如果时间长的话，你可以等10分钟。15分钟都可以，但是最少要等5分钟以后再掀锅盖。待会儿掀锅盖的时候还有技巧。这馒头已经关火5分钟了啊，咱们现在开始掀盖的技巧。掀盖注意，不要一下子把它掀开，一下子把它掀开，冷空气直接进去以后，馒头就非常容易塌陷。这时候你把它这个盖儿稍微抬起来，你看，让这热气慢慢的往外跑一跑，让它凉的慢一点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是自己在家里蒸馒头的时候，时间不着急的话，你完全可以让它在锅里放凉放温以后再掀盖，它就更不会塌陷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慢慢把它掀开，看一下。刚才显馒头怎么样？棒不棒？
棒。啊，嚯！就是揉的不是特别光滑啊，对上面有坑。对，而且咱们这坑的话，是因为咱们这面的筋性很大，所以就很难做到像那种低筋面粉的话，就是特别平。好大，发的挺大的哈。嗯。哇，这一掀就不好看了，不好看没关系，好吃就行。呵，咱们给它掰开一个，给大家看一眼啊，看多漂亮啊！看，而且里边有层次感。非常好吃啊！这次蒸的跟我平时蒸的还是有点差别的。我平时蒸的要比这个硬。我刚才想了想，可能就是因为今天我要演示嘛，所以这个酵母粉搁的有点多，所以它发的就更大，所以它就更暄软一些了。大家可以再稍微少搁一点酵母粉啊，然后它就会更硬一些，是另一种味道。喜欢吃馒头的一定蒸起来，自己蒸的馒头跟买的馒头完全不是一个味道。好吃啊！别忘了赞美食物。